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纳什借助阿莱格纳的紫外线能力点亮了隧道的恒金，为了这个目的，纳什告诉了阿莱格纳所有多元宇宙的事情，包括拜瑞是闪电侠，不论如何只要挖进去就可以指导诺伍的老巢。拉尔夫也被闪电侠钦点为忠诚的下一任守护者。也在当晚，拉尔夫遭到了血魔的偷袭，两人一起坠下大楼。在空中，拉尔夫奋力对抗血魔，可现在的血魔已经近乎无敌，拉尔夫只能优先选择躲避攻击。尽管如此，还是中了血魔的血液。这种渗透攻击，拉尔夫的超能力根本抵御不了，只能奋力抵抗，拖延时间。血魔抽出了拉尔夫体内的血液，这一刻，拉尔夫仿佛身体被掏空。在血魔离开后，冰霜才找到了重伤的拉尔夫。拉尔夫的生命体征快速下降，就算是凯瑟琳掌控了身体也无能为力。面临拉尔夫无法自愈的情况下，拜瑞选择为他输血，一是因为拜瑞的血型是阴性 O 型血，二是因为神速力的快速自愈可以稳定拉尔夫的身体。拜瑞真动针头穿过了拉尔夫的弹性皮肤，为他输了大量血液，情况稳定了下来。实验室联系了天眼会，找最好的医疗机构帮助拉尔夫恢复。危机还剩2天就要到来了，拉尔夫还在这种时刻受了重伤，不把血魔打败，根本无心应对危机。疲惫的拜瑞回到了家，丢下了钥匙就准备躺会儿。一回头，拉姆齐已经到了身后，而且他也知晓了拜瑞就是闪电侠。这个秘密拜瑞隐藏得非常好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拉姆齐却如此了解，自己的攻击也根本打不到拉姆齐。拉姆齐对危机的事儿也了如指掌。拜瑞惊呆了，仔细一想，遇见了几十亿种结局，却没有一个和拉姆齐有关。拜瑞开始怀疑自己在做梦，转眼一看，窗外的天空泛起了红色，就好像危机已经到来。惊恐之下，拜瑞醒了过来，庆幸只是一场梦，身后也没有拉姆齐踪迹。拜瑞赶快找凯瑟琳抽血化验了一下，不过数据看起来都很正常。这样，拜瑞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再次回到家的拜瑞丢下了钥匙后，快速搜查了整栋房子。刚倒了杯水，就感觉身体极度不适，回头一看，站在面前的竟然是妈妈。其实她是神速力，神速力来警告拜瑞，你遇上麻烦了。再次见到神速力已经时隔4年了，他告诉拜瑞，在你给拉尔夫输血的时候，拉姆齐残留的血液随之进入了你的体内，这就解释通了梦境里拉姆齐为什么知道自己是闪电侠，甚至知道危机的事儿。随着血液的流入，拉姆齐已经开始掌控拜瑞的意识了，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拜瑞大脑中的意识。实际上，在拜瑞刚刚回家倒完水的时候就已经昏倒了，血魔的感染占据了拜瑞身体的主权。此时此刻和神速力 talk 的时候，感染还在迅速扩散，是神速力在帮忙对抗。若拜瑞再抢不回身体，将成为血魔的工具人。当拜瑞再次醒来，看到的是一家人团聚吃着午餐，厨子正是拉姆齐。而这看似可口的饭菜在拜瑞眼里就是一滩又一滩黑色的血液，每个人却像见了美味一般大口吞咽。拜瑞不自觉地往后退，却来到了时间穹顶。闪电侠消失于危机的新闻映入眼帘，剧烈的头痛后，拉姆齐站在了拜瑞身边。他知道拜瑞根本挣脱不了自己的控制，还嘲讽危机过后艾瑞斯就成寡妇喽。当拜瑞拼尽全力想要抵抗时，来到了一堆墓碑前，艾迪、罗尼、诺拉、HR 等等所有死去的朋友和家人，就连自己的墓碑也立在其中。拉姆齐表示加入自己就能永生不死。拜瑞打开了眼前的大门，来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家里。婴儿床上躺着刚刚出生的诺拉，可他怎么也摸不到自己的女儿。拜瑞甚至恳求拉姆齐让自己抱一下诺拉。重重回忆杀让拜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，这些都来自于拜瑞心底的恐惧，就连失望都阴魂不散地出现在了大脑里。拉姆齐给拜瑞看了另外一篇报道，闪电侠还活着，拯救世界于危机中，这就是接受拉姆齐圣魔之血的好处，并且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未来。闪电侠利用生命之血让死人起死回生，这远比自己跑来跑去打击罪犯要强得多。看着这些好处，拜瑞动了心，自己能活下来和艾瑞斯生下诺拉，还能活着继续保护城市，生活美好的不敢想象。但这一切还需要拜瑞接受拉姆齐的邀请。拜瑞刚想放弃信念，神速力就将他带到了小时候的家里。他提醒拜瑞集中精神抵抗血魔，留给拜瑞的时间不多了。拜瑞的身体还躺在地上，意识中却炸开了锅。神速力一直陪在拜瑞身边，这场感染必须要拜瑞自己扛过去。神速力能做的就是帮他拖延时间。在看到自己活下来后的生活时，拜瑞就犹豫了。他感觉自己应该自私一点，享受一下普通人该有的生活。他还不想这么快就死掉，不想离开家人和朋友。神速力也只能安慰拜瑞说，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加油，拜瑞，奥利给！
拜瑞此时心里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，神速力又告诉他，拉姆齐给你看的未来并不是假象，拉姆齐之所以这么危险，是因为他用事实诱惑对手，投靠他确实可以从危机中存活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拜瑞对神速力产生了怀疑，情绪一激动，心率变得极快。冰霜和西斯科也通过检测器猜到了拜瑞有难，传送过来把晕倒的拜瑞带回了实验室。冰霜很清楚这是被感染了，在外面根本帮不上忙，必须要靠拜瑞自己扛过难关。此时拜瑞对神速力大发雷霆，自己遭受了这么多苦难，全都是因为神速力选中了自己，现在还打算让自己放弃唯一活下来的机会去拯救世界。伴随着拜瑞的崩溃，血魔趁虚而入，拉姆齐在一边煽风点火，让拜瑞放弃希望。此时的拜瑞甚至想让神速力付出代价，让神速力尝尝自己受过的苦。被拉姆齐引导方向的拜瑞恨透了神速力，看着这个伪装成母亲的神速力，拜瑞一手刀刺穿了他的心脏。这一幕就如同斯旺杀死母亲时的场景，巨大的仇恨充斥了拜瑞的内心。冰霜看着濒死的拜瑞，想起了拉尔夫，也让他对死亡产生了极大的恐惧。西斯科眼看情况不对，立马跑到地下室，拿了一针完善后的终极 X 号，毫不犹豫注射进了拜瑞体内。此时拉姆齐控制了神速力，距离拉拢拜瑞只差一步，终极 X 的药效瞬间让拜瑞清醒了下来，神速力趁机唤醒了拜瑞善良的意识。现在拜瑞是左手拉姆齐，右手神速力，两股巨大的力量几乎要把他撕扯两半，能否战胜拉姆齐的控制仅在拜瑞一念之间。瞬间拜瑞清醒了过来，微笑着告诉西斯科自己赢了。另一边，刚刚知道拜瑞是闪电侠的阿莱格纳自己安慰着自己，一不小心看到了艾瑞斯电脑上关于闪电侠消失于危机的报道，这分明是2年后的事儿，为什么艾瑞斯提前知晓了？艾瑞斯依靠拉尔夫之前的线索查到了伊斯兰萨所属的组织，就是这个组织带走了牢狱中的伊斯兰萨，将他训练成了杀手。两个人找到了照片上的男人，用照片威胁他说出真相。男人只留下一张漩涡快递的名片，表示自己只是个跑腿的，就离开了现场。回去后，阿莱格纳直接捅破了艾瑞斯的小秘密，他想知道为什么艾瑞斯会提前写下闪电侠消失于危机的报道，而且这篇文章只有标题没有内容。艾瑞斯回想起了几年前的事儿，他根本无法接受拜瑞的死亡。阿莱格纳一直安慰他，鼓励他写完这篇文章。晚上，艾瑞斯曾采访的男人就死于意外，现场留下了一个漩涡标志的勋章。阿莱格纳能看到上面有大量紫外辐射，背后还有更大的秘密等着他们挖掘。艾瑞斯回到家就开始继续写稿，他把自己对拜瑞想说的话写在了上面。完笔后接到电话，赶忙回到了实验室。与此同时，纳什已经打通了隧道中的石块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刻着7个符号的墙壁，最后一个符号明显是一个箭头。实验室里，拜瑞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了大家听，危机还剩不到2天的时间就到来了。拜瑞想赶快找到拉姆齐，然后打败他。在拜瑞离开后，冰霜告诉西斯科自己要退居2线，面临危机，大家更需要凯瑟琳的医疗技术。等艾瑞斯赶回实验室后，仔细检查了一下拜瑞，问东问西一顿 talk。拜瑞抬眼说了一句：“你怎么这么能 talk？” 感觉有点尴尬后，艾瑞斯走向了西斯科，小声告诉他们，他不是拜瑞，拜瑞从来不会嫌我太能 talk。西斯科警惕地前去查看拜瑞，可扭过头却是眼嘴通黑、一脸邪魅的假拜瑞。一道黑色闪电划过，拜瑞打晕了所有人，城市中的红色闪电变为了黑色。当黑闪电侠停下脚步后，跪倒在了拉姆齐面前，血魔已经完全控制了闪电侠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